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强烈建议您先把手里忙活的事情立刻停下来，哪怕您此刻正准备下厨房炒菜，哪怕您正换好了鞋准备出门遛弯，或者您只是习惯性的刷着手机解闷，都请您务必把脚步放慢，把心彻底静下来。咱们今天不聊别的，就聊一个真正性命攸关的，跟您和家人能活多少岁直接挂钩的大事，千万别划走，这几分钟绝对能救命。咱们平时总能听说这样的惨痛悲剧，看着面色红润，能吃能喝，平时连个小感冒都很少得的人，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去洗手间，或者也就是弯个腰系鞋带的功夫，甚至只是跟邻居为了几句闲言碎语急了眼，突然之间人砰的一声就倒在地上了。送到医院急诊一查，要么是急性大面积心梗，要么是突发脑梗塞，或者是凶险的脑出血。家属在抢救室门外哭得撕心裂肺，嘴里总是念叨着，平时人明明好好的，怎么连句交代都没有，说倒下就倒下了呢？其实啊，朋友们，哪里有什么真正的突然倒下，这全都是蓄谋已久的灾难。咱们身体里那条被称为生命之河的血管，早就已经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不堪重负了。很多人觉得想要养护血管特别简单，老祖宗不是说了吗？千金难买老来瘦，只要管住嘴，吃得清淡不就行了吗？于是大量的叔叔阿姨们每天就只喝清汤寡水的白粥，配着一小碟腌咸菜，把大鱼大肉全都戒了，自己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，头晕眼花，还以为这叫养生。听我一句劝，别再这么干了，这简直就是慢性的毒药啊！盲目的节食忌口，不仅清理不了血管里的垃圾，反而会让你严重营养不良，导致血管壁变得像一张破旧的薄纸一样脆弱，稍微有点血压波动就会破裂出血。真正的长寿智慧，绝对不是盲目的什么都不吃，而是要像个内行一样选对食物。今天就给您揭秘3种能真正逆转血管堵塞，把血管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平价宝藏食物，只要吃对了，就能让血管返老还童。可是遗憾的是，其中有一种食物，90%的人吃了一辈子，却全都吃错了方法，硬生生把救命的宝贝变成了没用的废料。接下来咱们就把这3样宝贝揉碎了掰开了，给您讲得明明白白。如果您关心自己关心家人的健康，请务必点击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救命的知识。也请您在评论区打出一个数字1，这是对科普最大的支持。咱们先来说说血管到底是怎么堵上的。给您打个比方，咱们的血管就像是家里厨房水槽下面的那根塑料下水管道。新房刚装修好的时候，那管道内壁是极其光滑的，水流哗啦啦的流得特别通畅。可是随着咱们每天做饭洗碗，那些红烧肉的油、炒菜的油，各种油渣就会顺着水流一点点的挂在管壁上，天长日久，这管子就变得又黏又臭，全都是厚厚的油垢。咱们的血液里也有这些可怕的垃圾，它们叫做胆固醇、甘油三酯，还有低密度脂蛋白。特别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，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见过它，它简直就是血液里那种极具粘性的黑色沥青。当它的浓度太高，或者血管内壁有了哪怕一丝丝损伤的时候，它就会趁虚而入，钻进血管壁里，慢慢发酵氧化，最后变成一个个黄澄澄的像小米粥一样的东西。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斑块越来越大，血管就越来越窄，心脏就得拼命泵血，血压就往上飙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斑块像个皮薄馅大的饺子，一旦您发脾气，血压一高，饺子皮破了，里面的黄色毒液漏出来，血小板立刻冲上去抱团，几秒钟就会形成大血栓，彻底堵死血管。心梗脑梗就是这么来的。国民健康数据显示，咱们成年人里血脂异常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%，10个人里就有4个，随时可能爆发危机。所以给血管洗澡不是赶时髦，是保命。那怎么洗呢？不能全靠吃药，最好的药放在菜市场。第一样宝贝就是海带，
这东西太便宜了，菜市场到处都是，被科学家叫做植物界的绿色黄金，很多100岁老人天天离不开它。可是咱们很多人嫌弃它黏糊糊的，非要用刷子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直到摸起来涩涩的才罢休。听一句劝，这就是买椟还珠啊！您把最值钱的宝贝扔了，光吃了渣子，那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叫做褐藻胶和盐藻多糖，它简直就是一台功率全开的强力吸尘器。当您吃下油腻的食物，胆固醇在肠道里游荡的时候，这个海带胶它不怕胃酸，直接进入肠道，吸水变成一块巨大的海绵，像安检门一样把肠道里的胆固醇死死地包裹住，吸附在自己身上，让它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血液，最后只能随着粪便排出体外，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血脂升高的可能。中华医学杂志上的数据表明，坚持吃海带12周，坏胆固醇下降了 6.8%， 血栓标志物下降了 12.5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您离猝死远了一大截，血液不粘了，红细胞不抱团了。它还富含钾元素，能把血管里的钠赶出去，消除血管壁水肿，稳住血压。怎么吃最有效？炖排骨汤，排骨先焯水撇去浮油，海带切成菱形块，小火慢炖2个小时，直到海带软烂，粘液全化在汤里，喝一口润肠通便，刮油解腻。夏天还可以凉拌，加蒜泥和醋，醋能软化血管，蒜能抗炎。千万别放辣椒油。如果您胃寒，就多切点姜末中和寒性，但如果您有甲亢，千万别碰海带，因为碘太高了。第二样宝贝是主食界的明星燕麦，很多人听说燕麦好，就去超市买那种花花绿绿包装的速溶甜麦片，早晨开水一冲，奶香浓郁。听一句劝，那不是燕麦，那是毒药。配料表第一位全是植脂末和白砂糖，植脂末就是反式脂肪酸，是血管最怕的堵路虎，喝下去血糖飙升，血液粘稠，斑块瞬间变大，您是在给自己下毒。真正的燕麦是生燕麦米，或者是传统的鸦片燕麦，煮熟之后有一层黏糊糊的能拉丝的液体，那是燕麦的灵魂，叫做贝塔葡聚糖。它到了小肠里会变成一层厚厚的胶体网，这张网会把肠道里的胆汁酸死死结住，排出体外。肝脏一看胆汁酸没了，怎么消化脂肪呢？于是肝脏只能从血液里疯狂抓取胆固醇来制造新的胆汁酸，这就是一招完美的借刀杀人计，逼着身体消耗血液里的坏胆固醇。北京协和医院的数据显示，坚持吃3个月，坏胆固醇能下降 10.2%， 还能升高好胆固醇，给血管上双保险。怎么吃呢？用牛奶煮燕麦，加半个切碎的苹果，苹果里的果胶也是酱汁高手，再撒一把无盐坚果，粗粮、奶、果、坚果全有了，饱腹感强，酱汁效果无敌。第3样宝贝是您绝对想不到的西红柿。大家都吃西红柿，但 90% 的人都吃错了。当水果洗生吃，为了护血管，生吃毫无用处，因为西红柿里的王牌成分番茄红素，它是脂溶性的，被死死锁在坚硬的植物细胞壁里，您生吃，它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，吸收率极低。番茄红素是超级抗氧化剂，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，它像一面盾牌，挡在血管内皮前面，抵御自由基的攻击，不让血管生锈，血管光滑了，斑块就挂不住。而且西红柿籽周围的那些绿色的粘液叫做番茄果冻，它是天然的阿司匹林，能降低血小板活性，不让血栓形成。欧美大型队列观察发现，每天吃200克熟透的西红柿，坚持8周，血液粘稠度下降 15.8%， 动脉弹性提升 8.1%， 血管直接返老还童。所以必须做熟了吃。做西红柿炒蛋，少放油不放糖，一定要多炒一会儿，炒成烂烂的酱泥状，让番茄红素彻底释放。或者做西红柿炖牛腩，牛肉的脂肪能完美溶解番茄红素，西红柿的酸味能软化牛肉纤维，连汤带肉吃下去，血管通畅，浑身有劲。挑西红柿一定要挑红透的，稍微偏软的，越红番茄红素越多。把这3样食物结合起来，就是海陆空联合作战。海带在肠道拦截，燕麦在血液清理，
西红柿在血管壁做盾牌，坚持3到6个月，您的化验单一定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。向上的箭头全消失了，头不晕了，手脚不麻了。每天的计划很简单，早晨1碗苹果牛奶燕麦粥，中午1份西红柿炖牛腩配杂粮饭，晚上1盘凉拌海带丝配蔬菜，最后必须严肃地给您泼1盆冷水。食疗是打地基，药物是救火队。如果您已经确诊了高血脂或者装了支架，绝对不能擅自停药，必须遵医嘱，给身体一点时间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化冰也需要时间，只要坚持，身体一定会有回报。健康是福，没有了健康，一切都是零。您的一个转发，可能就会挽救一个家庭。请把这条视频点赞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，告诉老伙计们，别再吃白粥咸菜了，把血管养好，咱们一起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，安享晚年。在这里，咱们还要再深入聊聊很多人平时最容易踩坑的几个生活细节，这些细节往往比吃错一顿饭还要致命。首先就是喝水的问题，咱们的血液在夜间睡眠的时候，流速会自然变慢，水分会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大量流失，这就导致早晨起床的那一刻是咱们全天血液最粘稠的时候，简直就像是快要凝固的猪油。这个时候如果不赶紧补充水分，直接下床去剧烈运动，或者跑去菜市场买菜，那突发心梗脑梗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。所以每天早晨睁开眼，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穿衣服，而是在床头放一杯温白开水，大概200毫升左右，咕咚咕咚喝下去。这杯水在医学上被称为救命水，它能迅速稀释血液，让原本粘稠的血流重新欢快地奔跑起来，冲刷血管壁，减轻心脏的泵血压力，这比您吃任何名贵的保健品都要管用。另外，晚上睡觉前，如果不觉得胃胀，也建议您抿上2口温水，给夜间的血管上一层保险。其次是关于运动的误区，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既然血管堵了，那我就拼命去锻炼，每天去公园里暴走2万步，走得满头大汗，膝盖疼得都弯不下去了，还咬牙坚持，觉得这样就能把血管里的垃圾给硬生生地排出来。听我一句劝，这完全是在拿生命开玩笑。咱们中老年人的血管本来就脆弱，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硬化，您这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会瞬间让心跳加速，血压飙升，反而极容易把原本还算稳定的斑块给冲刷破裂，引发猝死。真正能养护血管的运动叫做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。什么叫中等强度？就是您去快走，或者打太极拳，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，身体微微出汗，心跳稍微加快，但是您还能一边运动，一边跟旁边的人正常的聊天说话，不觉得气喘吁吁，这就刚刚好。每天坚持30分钟，每周坚持5天，这就足够了。运动不仅能消耗掉血液里多余的糖分和脂肪，还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泌一种叫做一氧化氮的神奇物质。这个一氧化氮简直就是血管的天然扩张剂，它能让紧绷的血管壁瞬间放松下来，恢复弹性，从而平稳地降血压，防止血管硬化。再者，咱们不得不提一提情绪对血管的毁灭性打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咱们的心脏和血管其实是对情绪极其敏感的器官。当您生气、暴怒、焦虑，或者长期处于一种憋屈状态的时候，您的大脑会立刻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。这些压力荷尔蒙就像是一把把无形的尖刀，会在瞬间让您全身的血管发生剧烈的痉挛和收缩，原本宽敞的通道一下子就变成了羊肠小道，血压像火箭一样往上窜。长期这样下去，哪怕您海带、燕麦、西红柿吃的再多，也抵消不了这种情绪带来的血管损伤。这就好比您一边在挤水管做清洁，另一边却有人拿大铁锤在疯狂地砸这根水管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水管爆裂。所以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学会释怀，不跟烂人烂事纠缠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去操那些没用的心，多跟老朋友去公园里下下棋，唱唱歌，侍弄一下花草，养个小宠物，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这本身就是最好最顶级的护血管良药。还有一点也是极其关键的，
就是睡眠。现在的智能手机太好玩了，很多叔叔阿姨晚上躺在床上刷短视频，一看就看到后半夜2、3点。您知道这有多伤血管吗？人体的自我修复，特别是血管内皮的自我修复，绝大部分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进行的。你熬夜不睡，血管就得不到休息，交感神经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，血压降不下来，第二天一整天血管都会紧绷绷的，长此以往，动脉硬化是迟早的事。所以请您务必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放下手机，关灯睡觉，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让疲惫了一天的血管能有一个喘息和修复的机会。接下来，为了让大家能够彻底把今天讲的知识融入到生活里，我给大家精心制定了一份保姆级的傻瓜式的一日护血管作息计划表，您可以直接截图保存，照着做就行了。早晨7点钟准时起床，慢慢坐起来，喝下那杯200毫升的温白开水，做几个深呼吸，感受血液在身体里流畅的运行。早晨7点半开始享用您的护血管黄金早餐，准备40克的纯鸦片燕麦，倒入1袋热牛奶，切半个苹果丁进去，煮个5分钟，直到燕麦变得粘稠拉丝，再配上1个白水煮蛋，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，吃得胃里暖洋洋的。上午10点钟，太阳出来了，去楼下的小区或者公园散步，快走30分钟，微微出汗，吸收一下新鲜空气，顺便在阳光下晒晒后背，补充天然的维生素 D， 这有助于钙的吸收，也能强健心血管。中午12点，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正餐，咱们做一份西红柿炖牛奶。记住，西红柿一定要切碎了多炖一会儿，让红红的番茄红素彻底融化在肉汤里。主食最好换成1小碗糙米饭或者杂粮饭，增加粗纤维。下午3点钟可以稍微午休一会儿，起来后喝一杯淡淡的绿茶。绿茶里的茶多酚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，能帮助清理血管垃圾。晚上6点半，晚餐要吃得早一点，清淡一点，给肠胃减负。做一份凉拌海带丝，加点蒜末，加点醋，稍微滴2滴香油就行，再配上一份焯水的绿叶蔬菜，比如菠菜或者油麦菜。主食可以吃半个煮玉米，或者1小块蒸红薯。海带里的粘液能在夜间完美的吸附肠道里的残留油脂，让您第二天早晨轻松排便。晚上9点泡个热水脚，促进全身的血液微循环，缓解一天的疲劳。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，放下所有的烦恼和焦虑，进入甜美的梦乡。这份计划看起来极其普通，没有任何名贵的食材，没有任何复杂的工序，但正是这些最朴实无华的一日3餐，最规律的作息习惯，才是真正能够对抗岁月、对抗疾病的终极武器。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，前半辈子为了儿女，为了家庭，没日没夜的操劳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好不容易盼到了退休，想着能享享清福了，结果却因为年轻时透支了身体，没有注重保养，导致各种老年病找上门来，整天不是往医院跑，就是坐在轮椅上，连大门都出不去。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老年生活吗？绝对不是。健康是我们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，是我们不拖累儿女，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的唯一底气。您想象一下，等到您80岁、90岁的时候，还能腿脚利索地去逛早市，还能自己提着菜篮子，还能头脑清晰地跟小孙子讲故事，不用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，不用每天吃大把大把的药片，这是一种多么让人羡慕的福气啊！这一切的美好，其实都掌握在您自己今天、此时此刻的选择里。千万不要觉得改变饮食习惯太难了，或者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血管早就硬了，现在养生还来得及吗？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，绝对来得及。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其强大的，只要您从今天开始拒绝那些高油、高糖、高盐的垃圾食品，把海带、燕麦、西红柿这3样法宝请上餐桌，坚持正确的吃法，不盲目忌口，不乱停药，给您的身体3个月、半年、1年的时间，您一定会感受到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，它不相信奇迹，只相信规律。您遵循了健康的规律，健康自然会给您丰厚的回报。最后，我再啰嗦一句，哪怕您今天记不住我说的所有原理，
也请您记住这4个字：吃对食物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再次恳请各位屏幕前的朋友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段掏心窝子的话对您有所启发，哪怕只是让您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吃法误区，都请您毫不犹豫地把这条视频点赞，并且转发到您的家庭群里，发到您的朋友圈里，去提醒那些您在乎的人，去提醒那些还在天天喝白粥吃咸菜的老哥们老姐妹们。您不经意间的一个转发，传播的不仅仅是知识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。没准您的这个小小的善举，就能在某一个时刻挽救一个朋友的生命，保全一个家庭的完整，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感谢您的耐心聆听，祝愿天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血管通畅，血压平稳，吃嘛嘛香，睡得安稳，无病无痛，笑口常开。咱们下期健康科普不见不散。在这里，咱们还要再深入聊聊很多人平时最容易踩坑的几个生活细节，这些细节往往比吃错一顿饭还要致命。首先就是喝水的问题。咱们的血液在夜间睡眠的时候，流速会自然变慢，水分会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大量流失，这就导致早晨起床的那一刻是咱们全天血液最粘稠的时候，简直就像是快要凝固的猪油。这个时候如果不赶紧补充水分，直接下床去剧烈运动，或者跑去菜市场买菜，那突发心梗脑梗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。所以每天早晨睁开眼，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穿衣服，而是在床头放一杯温白开水，大概200毫升左右，咕咚咕咚喝下去。这杯水在医学上被称为救命水，它能迅速稀释血液，让原本粘稠的血流重新欢快地奔跑起来，冲刷血管壁，减轻心脏的泵血压力，这比您吃任何名贵的保健品都要管用。另外，晚上睡觉前如果不觉得胃胀，也建议您抿上2口温水，给夜间的血管上一层保险。其次是关于运动的误区，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既然血管堵了，那我就拼命去锻炼，每天去公园里暴走2万步，走得满头大汗，膝盖疼得都弯不下去了，还咬牙坚持，觉得这样就能把血管里的垃圾给硬生生的排出来。听我一句劝，这完全是在拿生命开玩笑。咱们中老年人的血管本来就脆弱，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硬化，您这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会瞬间让心跳加速，血压飙升，反而极容易把原本还算稳定的斑块给冲刷破裂，引发猝死。真正能养护血管的运动叫做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。什么叫中等强度？就是您去快走，或者打太极拳，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，身体微微出汗，心跳稍微加快，但是您还能一边运动，一边跟旁边的人正常的聊天说话，不觉得气喘吁吁，这就刚刚好。每天坚持30分钟，每周坚持5天，这就足够了。